上古舜帝之死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号有余氏，传说他天生重瞳，也就是每只眼睛中都有2个瞳孔，所以也名重华，史称虞舜。史书中记载，虞舜孝顺有爱，并且非常善于制陶，在经过重重考验之后，得到了尧帝的认可与禅位。继位后的舜建都于蒲坂，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建立有余国。他虚怀纳谏，惩罚奸佞，举用八凯八原等治理民事，放逐四凶，任命大禹治水，完成了尧帝未完成的大业，被史书赞颂为天下明德的开创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世讴歌了数千年的上古明君，他的死亡却是疑雾重重，成为一个至今尚未完全解开的千古之谜。舜帝的死后安葬之地在古籍中有颇多记载，其中最早的记载就来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中，而恰恰是这个令人不解的安葬之地，成了这桩千古疑案的发端。《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说，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无独有偶。在《大荒南经》中也说到，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君之所葬也。而在《海内经》中则说得更加具体，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陵陵界中。虽然这3处关于舜帝安葬之地的记载略有差异，但是都毫无疑问地指向同一个明确的地方——苍梧。《礼记·谭公》中同样说到，舜葬苍梧之野。即使是对《山海经》自称余不敢言之也的太史公，也在他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建帝位39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是为陵陵。意思是说，舜在位39年后到南方巡视，在苍梧之野去世，埋葬在江南的九夷山，那里也被称为陵陵。史记中的舜帝安葬之处居然和《海内经》中的记载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舜帝葬于苍梧之野在史料中基本没有争议。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苍梧究竟在哪里？所谓的九夷又是何处呢？关于苍梧的地界所在，一直以来争论不断。总体来说，一般认为是位于湖南南部、广西及广东北部的这一区域之内。有人说它是现在湖南的永州，也有人说是现在广西的梧州，还有人说在湖南南部的宁远，不一而足。直到古墓中出土的一张2000多年前的地图，才让这个神秘之地稍稍有了一些眉目。1972至1974年，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震惊世界。这座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的墓地出土了各种珍贵文物多达3000多件，其中就有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详细介绍过的梯形帛画和太医将行图。在马王堆3号汉墓里出土了一幅绘制在绢帛上的地图，地图刚出土时折叠成多层长方形，静静躺在3号墓椁室东边的七帘中。绢帛早已破碎并粘连在一起，不忍直视。幸运的是，这些碎片最后被修复成了32张较为完整的帛片，并拼缀成一幅长97厘米、宽93厘米的地图。地图的比例约为1比18万，其上所绘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的弯曲转向等，都和现在地图大体相似。上面所绘的山脉坐落、山体轮廓、范围及走向也大体正确，说明它是一幅经过科学测量绘制而成的地图。这幅2000多年前地图的详实内容、科学的表示方法，都刷新了人们对以往古代地图的传统认知，因此也被国际制图学界奉为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地图所展现的地域是西汉长沙国南部8县以及南越王赵佗的部分辖地，也就是今天湖南南部、广东大部和广西的部分地区。巧合的是，这一区域恰恰是舜帝所葬之地苍梧的大致所在。在整幅地图上有一处非常显眼的地方，粗看就是黑乎乎的一块，好像是一处被抹黑的污渍，但如果放大仔细看的话，隐约能看到其上涂画了9根类似柱子一样的东西，在旁边还注有帝舜2字。如果将这幅2000多年前的古地图和现代地图重合在一起的话，那9根柱状物所在的地方恰好就位于九夷山的南侧。虽然我们尚不了解这9根柱状物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处标记所代表的应该就是传说中帝舜的所葬之地，与《海内经》中的记载完全吻合，《山海经》诚不欺我。在九夷山的北面，湘江蜿蜒而过，那里留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悲戚神话。娥皇和女英都是尧帝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帝舜为妻。2位夫人听闻帝尧不幸死在苍梧的噩耗，便一起去到南方寻找他。传说娥皇和女英在湘江边上望着安葬帝舜的九夷山，痛哭流涕，泪洒竹林，在竹子上形成斑斑泪痕。
帝舜的死让娥皇女英痛不欲生，一起跳入滚滚的湘江，化为了湘水的女神，百姓称她们为湘妃。那些留有她们泪痕的竹子也就被称为湘妃竹。上古一帝客死他乡，两位发妻也洒泪殉情，故事悲则悲矣，但其中总有些让人说不清的异样感觉。根据《史记》记载，帝舜在正式继位时就已经61岁了，在位39年后正好就是100岁。而帝舜的都城彼时在山西的南部一带，距离九嶷山有数千里之遥。一位治国之君居然在100岁高龄还要千里迢迢的到南方巡视，这似乎有悖常理。此外，既然是高龄去世，又是为了勤民事而意外身亡，帝舜的两位夫人为什么痛不欲生，以至于要投江殉情？这背后是否又有什么隐情呢？关于舜帝去到苍梧之野的原因，西晋帝王世纪中有与《史记》不太相同的说法。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舜帝81岁时正式继位，83岁时举荐禹为继承人，95岁时让禹代理国政。禹摄政5年后，有苗氏发动叛乱，舜帝亲自南征，在明条去世，终年100岁，葬在苍梧九嶷山的南面。舜帝南下时的年龄两处记载都是100岁，舜葬之地在苍梧九嶷山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史记》说舜帝是南巡，而帝王世纪说舜帝是南征有苗。可见，在舜帝为什么千里迢迢南下这个问题上，古籍记载是存在分歧的。那么真相究竟有可能是怎样的呢？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极为关键的史前遗址，距今约4300到3900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现在一般认为，陶寺遗址的早中晚三期可能对应尧、舜、禹3代的政权更迭。考古发现显示，编号 M2384 和 M3419的早期王族墓葬的墓主均为地位较高的女性。墓中出土的陶器、玉器和陶寺中期的王族墓地同类随葬品高度一致，这就表明早期王族女性与中期王族男性存在姻亲关系。虽然无法确认 M2384 和 M3419的墓主就是舜帝的娥皇女英二妃，但至少证明了早期统治者陶唐氏和中期统治者有虞氏存在政治联姻，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尧帝将2个女儿下嫁给舜的历史记载。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发现在早期向中期过渡，以及在陶寺晚期时，陶寺遭遇了2次大规模人为破坏。早期王城在中期时被毁掉，中期统治者重新营建了新的王城，中期王城的面积是早期的14倍，这印证了舜帝时的兴盛。晚期对中期王城的破坏则更甚，王族墓葬被多次盗扰，人骨散落一地，宫殿和天文观象建筑也都遭到毁坏，在宫城南墙内甚至发生过屠杀。但是2次破坏的对象都是王族墓葬和宫殿建筑，早期小墓和中期的中等级贵族墓葬都安然无恙，这说明破坏来自于内部，而并非外部的入侵者。假如陶寺遗址的早中晚期确实对应尧舜和大禹的话，另一些古籍中的记载反而似乎和考古发现更加的吻合。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纂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中说，舜求尧复艳色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囚禁了尧，又阻拒了尧的儿子丹朱，使丹朱不能与父亲见面。韩非子说难中则说，舜逼尧，禹逼舜，意思是说，尧舜和禹之间的权力交接过程曾存在暴力。假如，请注意我说的是假如，竹书纪年和韩非子中说的是真相的话，那么不仅从文字记载上印证了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也让帝舜以100岁高龄南巡和湘妃殉情的神话传说变得更加合乎逻辑。更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提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弟丹朱葬于阴。丹朱作为尧之子，如果按照禅位说，他不曾继承过尧帝的权利，则不能称其为帝。如果海内南经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丹朱曾短暂继承了帝尧的权利，但是很快就被剥夺了。按照竹书纪年所说，丹朱很可能还遭到了舜的流放，并不被允许与帝尧相见。然而神奇的是，最后帝舜居然和丹朱安葬在了同一个地方，难以想象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令人跌破眼镜的剧情。这期视频应该是2025年的最后一期视频了。回望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大脸怪发布的23期视频，感谢有你们的陪伴。从上古的4位凶兽到天之4象的4位神兽，从汉武帝见西王母的奇遇到钟馗那2期内容的神奇巧合，
都在2025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希望这些内容也曾带给你们完全不同的观看体验。持续创作的过程固然艰辛，但是有诸君的陪伴和鼓励，我将继续坚持下去，讲好我们自己的上古神话故事。这是一期没有结论的视频，因为大脸怪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把没有讲完的华夏上古神话继续的讲下去，一直讲下去。再次感谢一直默默点赞支持大脸怪的诸君，祝你们新年快乐。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